2022年10月，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发布了一份详尽的中国火箭军报告，内容包括火箭军的组织结构、指挥官信息部队部署的敏感信息。这份报告的发布引发了中共对火箭军内部信息泄露的担忧，也进一步促使了对火箭军的内部审查。2023年7月开始，包括3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周亚年、魏凤和以及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内的多名等高级将领被调查。2023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原国防部长李尚福立案调查。202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原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进行了立案调查。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周亚宁也在2023年被调查。这些中共高级将领都受到了什么样的处分呢？202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李尚福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给予李尚福开除军籍处分，剥夺他的陆军上将军衔，并且因为涉嫌犯罪问题而将他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进行起诉。想要说一下的是，虽然李尚福不是火箭军出身，但是他自2017年至2022年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负责批准解放军所有武器采购。他是批钱的，很可能是在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在装备开发项目中收受贿赂，导致国防项目出现注水现象。同样也是在202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魏凤和的党籍，终止他的中共20大代表资格，并且因为涉嫌犯罪问题而将他移送到军事检察机关进行起诉。2023年12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终止了包括李玉超、张振中等9名中共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显示出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广泛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些中共高级将领军之外，很多军工企业高管也卷入了多起贪腐案件，比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的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里等多位军工企业高管纷纷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显示出腐败问题已扩展至军工企业领域。2023年7月4日，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去世，官方称其因脑溢血病逝，但他的老上司张晓阳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吴国华是在自己家中上吊而身亡，引发了外界对中共火箭军内部问题的猜测。2023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专门发出了征集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专家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的通知。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装备发展部原部长李尚福之外，原副部长张玉林、饶文敏等也都被一锅端。原空军司令丁来航、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居新春、中部战区原副司令员李志忠等都纷纷落马。兵器工业装备保障部部长李兆志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高级军事将领之外，中国军工企业高管的腐败也是由来已久。中船重工总经理孙波因违法犯罪被判刑12年。我们来看一下孙波担任过哪些职务。从2006年至2015年，他担任大连船舶重工董事长。大连船舶重工是中国航母建造的基地，辽宁号就是在这里改造的，山东号就是在这里建造的。孙波的老上司，号称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的胡文明也在之后落马。胡文明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起初参与的是歼十战斗机的研发，并获得过歼十工程一等奖。之后他参与了中国国产大飞机 C929 的前期论证。胡文明是一位技术出身的技术官僚，曾经担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组书记，并于2012年担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党组书记。可以看出来，海陆空三军的装备研发，胡文明都参与过。他被称为中国国产航母之父，是山东号设计研制的总指挥。可是2019年山东号服役没多久，他就被调查了。2023年，胡文明因受贿获刑13年，主要罪名包括在工程承包、业务合作和资产收购上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涉及权色交易、纵容家属挂名领取报酬吃空饷、公权私用，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私舞弊、滥用职权等等。显然他是一个掏空中共国有资产的能手啊。2024年4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何文忠也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被调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雷达电子装备研发集团，例如著名的相控阵雷达就是由位于南京的中电14所研发的，
这个研究所被称为军工界的华为，天天加班，没日没夜的干活，底层员工那么拼命，集团高层贪污受贿却毫不手软。这些高管的落马显示出腐败问题已渗透至军工企业高层。中共军队和军工体系中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其中涉及的犯罪行为可谓是五花八门。最为突出的有采购劣质或不合格的武器装备，虚报物资、发票造假、用假品充当真品，实弹库里混进训练弹甚至空弹等等。贪腐的高级将领们一代接一代，他们的胆量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有曾经曝光的案例提，某部队实弹射击演习时发现不响，经过检查后发现原本应该是实弹的弹药，里面根本没有装弹药，只是个空壳而已。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共高级将领以及中共的军工企业的高管的腐败案件频频发生之外，涉及军工的中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是当仁不让。不甘心落人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后勤部采购供应局曾经对一个名称为高压稀水物降温储存优化仿真分析的项目进行招标。这个项目是属于军事后勤保障领域的技术服务，参加投标的有中国著名的高校，包括西安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可是这几所高校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围标判标。2024年8月，这3所大学被中共火箭军后勤部采购供应局禁止在3年内参与其范围内的所有采购活动。2024年1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2024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其中首次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议题章节，深入探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问题。这份报告强调了这种腐败对中共军队现代化和战备能力的严重影响。2024年1月6日，美国彭博社援引美国情报人士的话报道称，习近平对火箭军的大规模清洗，主要是因为国防工业内部腐败程度触目惊心。这样的腐败危及了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计划，也使得习近平统一台湾的梦想更加困难。根据这项报道，中国火箭军某部发现弹道导弹中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此外，西部的很多导弹发射井盖被发现无法正常开启，暂时无法使用。2024年3月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在出席军方代表团讨论时发表了关于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的言论。什么是虚假作战能力？主要包括2方面，一是装备武器性能注水根本达不到要求，二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仅喊口号，实际作战能力远未达标。可惜的是，如此义正辞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2025年4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何卫东已被免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原因是涉嫌贪腐，并正在接受调查。如果这条消息属实，他将成为自1967年贺龙之后首位在任期间被清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国防部在被问及相关传闻时，发言人吴倩金表示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既未确认也未否认，态度较为含糊，所以也耐人寻味。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尚未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否正在接受调查发布正式声明。然而，多个可靠媒体报道指出，何卫东在2025年3月全国两会闭幕后，已连续缺席多项重要公开活动，包括3月14日的反分裂国家法纪念大会和4月8日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引发外界对其去向的广泛猜测。何卫东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之一，曾任东部战区司令员，并在2022年中共20大上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突然失踪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整顿军队高层，特别是福建系人马的进一步猜测。中国军队腐败到底有多严重？还能打台湾吗？对于这一点，我想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现在我想要说一下我的结论，中共军队目前其实还不具备高概率低风险的武力拿下台湾的能力，尤其是在如果有美日等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即便短期内能登陆成功，也可能面临持久战、国内外巨大代价以及难以控制的后果。主要理由分析如下：首先，中共军队系统性腐败削弱了他的战斗力。从近些年来火箭军装备发展部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接连落马来看，中共军队的核心战力部门，比如导弹、电子战、通信、核力量等等，都已经被腐败严重侵蚀。腐败影响的不只是资金浪费，更是指挥系统、信任链条和人员能力的瓦解。许多武器项目可能数据造假，质量堪忧，无法实战使用。其两栖登陆作战极其困难，台湾海峡风浪强，海域复杂，适合大规模登陆的天气1年不超过90天。
中共虽然制造出了大量两栖舰、气垫船，但缺乏实战经验和跨岛链的大规模实战训练。台湾有强大的地形优势、防御准备，以及日益增强的不对称武器，比如海巡雷达、无人艇、水雷、反舰、飞弹等等。在现代战争中，强行登陆是极高风险、极低胜算的战术。第三，台湾社会具备坚强抵抗意志。台湾全民动员体系逐步强化，兵役已恢复至1年，并且引入了美式训练，大量民兵预备役力量，城市防御规划都在进行当中。台湾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超过70%台湾民众愿意抵抗到底。中共即便攻占台湾，也可能陷入持久战、城市战、游击战。第四，美日等外部力量可能介入。美国有台湾关系法以及战略模糊政策。虽然并没有承诺出兵，但美军在冲绳、关岛、菲律宾都已经部署了快速反应部队。台海一旦有战事，美国舰队与空军可以在72小时内完成部署。此外，日本也一直在高度关注台海安全，多次公开表态，台海稳定关乎日本国家存亡，还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等。所以一旦中共动武，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区域大战，而不是单纯两岸对抗。第五，中共的体制问题带来战略不确定性，习家军高度集权，导致军事决策不透明、不专业、无反馈机制，将领应担心问责而不敢如实报告军力状况，战前判断容易失真，军队政治化严重，中层高于能力，指挥系统存在重大隐患，中共也可能误判台海局势，进而冒险出兵，结果就陷入失败。2023年4月，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访问了中国，旨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欧中关系、经济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等议题。在此期间，习近平与冯德莱恩进行了会谈。根据2024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次与冯德莱恩会晤期间，曾表示美国正在试图怂恿中国攻击台湾。习近平强调，他不会上当，因为与美国的冲突将摧毁中国的许多成就，并破坏中国在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明确否认了习近平的说法，称此话显然不准确。美国媒体和专家对习近平的言论也进行了广泛讨论。外交家杂志指出，习近平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精英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机的长期看法。从习近平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中共对于攻打台湾的成功机会显然没有多少把握。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所带来的内容。我会不定期的更新我的视频，主要是聊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政治人物等方面的话题。我是司马鹤言，希望大家能积极订阅、点赞、留言。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逐条回复大家的提问或者评论，但是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尽量的围绕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话题，并且会以这种方式来与大家交流和互动。谢谢大家，下次再见。